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20号，农历丙午年正月初四。东半球的网友看到就应该是正月初五了。新春我们来聊个财富问题。今天一早我看到有的财经自媒体说2026年中国第一个房价大涨的城市出现了，我赶紧点进去看到底说的是哪个城市，原来说的是香港。是说香港2025年的房地产销售的表现是远远好于中国大陆的。至于到底有多好，以及它这个回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不可持续，放在后面我们会细说。我开始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点纳闷，因为我们一般讲中国城市的时候，默认是不包括香港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呢，也合理。自从香港国安法落地以后，香港正在从各方面迅速接近成为一个大陆的城市，不仅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人口结构也在发生着迅速改变。香港政府从2022年12月份起实施了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又调整了原来的移民政策，放宽了非本地高校毕业生留港工作的门槛。到2025年底，以各种人才机制递交的来港申请已经达到了57万宗，获批的有40万宗，已经抵达香港的有26万人。大家不要小看26万这个数字这是又一波的移民香港大潮要知道20世纪1959年到1962年发生过一波大逃港，当时中国大陆正是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大批中国的饥民逃往香港，1962年达到高峰，但是那3年实际成功抵达香港的人数也就是14万人左右。可是你看看过去3年的大移港这一波移民浪潮叫大移港了人数是26万人，是大逃港那3年的几乎翻番。可是刚刚不是说了吗？有40万宗来香港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实际来的只有26万人，也就是说有1/3的人拿到了身份，暂时还没来呢还在路上呢。香港的确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巨变而且除了人才机制之外，就是技术移民加专业精英移民之外移民香港的通道还有投资渠道、亲属团聚等等。所以过去这3年期间，取得来港身份的大陆人其实有50万人之多。这是什么概念香港的总人口才750万出头呢，这3年就引进了总人口7%的新移民而这些新移民当中95%以上来自于中国大陆，相当于是一个单一的移民来源地。那作为一个城市生态来讲，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就相当激进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出于香港本地经济需要制定的移民政策了，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人口替换计划。那么作为这个变化的结果，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关联性。虽然并不是中国的1线城市和2线城市这种价格联动的机制那是由于香港有自己的利率政策和税收政策，它也不受中央的那个所谓宏观调控的影响。但是从需求和资金的流动来看，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的关联。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把香港房地产市场也纳入中国整体考虑说它是2026年中国第一个房价开涨的城市，这么讲呢也讲得通。那今天咱们就仔细来聊聊香港和中国2026年的房地产。咱们先从中国的情况说起又来了一波新春行情。说又，那是由于每年中国都会有一波新春行情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数据，说跌幅比起上个月环比有所收窄说这个跌幅收窄，现在就是新春喜讯了，新房和二手房都有所收窄。北上广深4个1线城市新房售价比起上个月环比下跌了 0.3%和上个月的跌幅呢是持平的。2线城市是环比下跌了 0.3%， 但是跌幅收窄了 0.1%。二手房的售价呢，1线城市是环比下跌了 0.5%， 比起上个月这个跌幅收窄了 0.4%。2线城市二手房的售价环比下跌是 0.5%， 比起上个月跌幅收窄了 0.2%。我这念一串数字，我知道90%以上的观众是无感的，但是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都知道了。在房地产市场如果单月的价格变动幅度超过了 1%， 那就进入了大涨或者大跌的节奏了，就可以让人心惊肉跳了。2026年新春报喜，咱们看看他说啥，说咱们跌幅收窄了这个房地产市场在筑底。但是你推回去看2025年12月份1线城市的二手房售价下跌了多少？0.9%，是不是就基本上踩到了1%这个大跌的红线呢？
你再推回去看11月份更惨，是环比下跌了 1.1%， 都已经超越了大跌红线了，连续几个月踩到大跌红线，这还是发生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哦。这里指的是二手房的售价啊，在中国二手房价格的波动呢，确实幅度要大一些，因为政府对二手房价格的限制比新房要宽松一些，不用严格卡着那个波动幅度 15% 的红线，也就是你的售价不得高于或者低于开发商向政府备案价格的 15%。虽然说二手房要放得松一些，但并不意味着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的交易价格完全是自由的，因为政府有的是别的手段来控制市场供给，比如调控首付的比例，通常买二手房的首付比例要高于新房，而且呢还有对你持有时间的限制，你得购入这个房产 N 年之后才能够让这个房子重新进入市场流通。通过这种方式呢，对于二手房市场的供给，政府仍然是有很强控制作用的。同时呢，对售房中介还有监控，如果有那么一家中介一段时间集中大幅度打折抛售房产，那么政府就会以扰乱市场秩序的罪名来约谈你。可是就是在有着种种托举价格的政策保护之下，你看怎么着？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售价从去年下半年起，仍然连续几个月踩到了大跌的红线。那大家回过味儿来没有啊？这就是人们信心真实的体现啊！一线城市不仅是房价只涨不跌，这个神话破灭了，甚至连一线城市房子保值的信仰都破灭了。所以大家过去几个月听到的各种江湖传闻说北京、深圳的二手房市场塌了，哪些小区价格又腰斩了，哪些小区打出了骨折价，这些传闻都是真的。如果你把种种托举价格的政策撤销的话，那个价格就会飞流直下3000尺了。这个房子的单月售价下跌个1%，听起来好像不是太多，它怎么就是大跌了呢？这是杠杆带来的财富效应咱们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在2024年的517新政之前在一线城市买的房子，那么这个二手房的首付比例呢，通常是30%至35%，我们按低的来算30%吧。假设这个房子是100万元当然在一线城市100万元你是买不到房子的，咱们只是为了方便说明来举这个价格为例。假如你买的这个房子价格是100万元，你首付就是30万元，贷款70%，70万，相当于你是用30万元拿到了100万元的资产，这个杠杆率就是 3.3 倍。假如说你在买房的当年，房价的某个月下跌了 1%， 也就意味着你的实际净资产，也就是你的首付那一部分，被杠杆放大了 3.3 倍，跌去了 3.3%。如果月跌幅达到 3% 呢，也就意味着你的净资产损失接近1成了。吓人不吓人？请注意这里还不是说你的年化损失，而就是下跌这一刻的即时损失。还是以房子价格100万元为例，这个月跌了 3%，那你这个房屋的价值马上就从100万元变成97万元了嘛？可是你的70万元债务1分钱没少，不是吗？所以你的所有损失都得从你那30万元的净值当中扣除，所以你眼下的这个房产净值就秒变成27万元3除以30，你的净值损失就是 10%。如果这种跌幅持续几个月，再加上复利的威力那你这个房子的净值就会被腰斩。如果延续1年，你的净值就会被清零。恭喜你就迈入了富翁的行列，是负债的负，负数的负。所以最近不是有一个洗脑神曲叫做《亏钱歌》吗？说的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刚开始我买股票下跌才亏钱，后来学会了做空，上涨也亏钱。我然后学会了期权，价格不变也亏钱。我最后学会了杠杆，10倍速亏钱。这首歌说的是股市上了杠杆以后10倍速亏钱，我这里说的是买房上了杠杆3倍速亏钱。如果你是在2024年517新政以后买的房，首付降到 25%， 那么恭喜你，你亏钱的倍数提高到了4倍速。亏钱速度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有人会说你在这儿吓人吧？这种月跌幅超过 1% 的状况，连跌好几个月可能吗？事实上它不仅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因为房地产它是一个长周期市场，它不会像股市一样，这个月跌个 1%， 下个月就大涨 1. 点几，把上个月的跌幅都涨回来。在房地产市场，这种事情不是罕见，而是就不会出现。当当月的跌幅下跌了 1% 的时候，立刻在房地产市场就会引发强烈的观望和怀疑的情绪。如果持续几个月，那就会进入恐慌和踩踏的节奏了。
房地产市场是个啥特性呢？它是一涨涨 N 年，一跌跌 N 年，这叫长周期。那这种定律它不仅适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世界别的地方也一样。比如我所在的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上一次熊市是1989年至1996年，延续了7年之久。那这一轮熊市呢，是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还不到4年呢，所以至少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啊。所以在加拿大的各位乡亲们啊，大家就慢慢熬吧。如果这个房价累计下跌20%以内，从技术语言来讲呢，还可以叫回调。如果价格达到腰斩，都跌去一半了，以房地产这种长周期的特性来讲，恰好你今年又年满60岁，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洗睡了，就不用再抱什么希望了。你基本上就没有活着看到这个房子涨回到上一轮牛市高点的那个希望了啊。当然，每一次熊市的走势也不会完全一样。在下跌周期里面，如果有特别强的超出预期的刺激手段，比如突然的大幅度降息，那也有可能把这个资产的价格再拉升一波。但其实呢，它也会放长整个熊市的周期，因为这么干就放大了社会的债务总量。按照前面讲的杠杆效应，等这个资产价格再跌下去的时候，想要爬出来就更难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北美的这一轮房地产熊市会比预期的长，不会更短。因为经历了2021年疫情救济的大撒币，有大量的钱放了出去，涌进了房地产资金池，就打乱了原来市场周期的自发调节，就相当于是重病下猛药，又引发了严重并发症的情况那病人的体质就更虚了所以在加拿大的华人同胞，我一直规劝大家的是，想卖房的要早卖，否则1年会比1年难卖。这个话我至少说了有2年了吧。而中国的情况是啥呢？是降准、降息、降首付，各种工具进出。可是情况怎么样大家看看2025年的最后几个月，二手房的价格单月跌幅都已经踩到了大跌的红线，你就知道这轮熊市会延续多久了当局已经没有多少招可使了，现在就已经算是招数尽出了。而且呢，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宏观纠错机制。那么这一轮熊市它就不只是什么一个4季周期里的寒冬了说今年冬天比往年来的都冷就不是这个概念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地质上的冰川期了。好，接下来终于说到香港了。香港的观众会不会有点上当受骗、被骗点击的感觉呢？没办法，我这个频道大部分观众毕竟不在香港或者不来自于香港所以呢得先照顾大部分观众。香港的房地产数据2025年的表现可以说远远好于中国大陆。假设港府的数据没有造假，在这方面它并没有大陆化，那么2025年香港的房屋的成交量比起上一年同比增长了 18.7%， 接近2成。成交额呢也比上一年增长了 15%， 住宅类房产的平均价格比上一年增长了 3% 左右。也有一些总结更加乐观，认为2025年成交价的平均涨幅达到了 3% 到 5%。这个数据是2021年以来香港楼市的最佳表现。那请问这样一种回暖算是怎样一种涨法呢？算不算大涨呢？一般来说也是以 1% 作为红线。如果房价的月均涨幅超过了 1%， 年度涨幅是 10% 到 15%， 都可以算是大涨。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多数是量在价先，是先走量再放价，最后量价齐放。这个销量的年增幅达到 20% 也算是大涨，但是呢得几个指标，就是价格和销量同时满足才算是大涨，而这正是香港还不满足的情况。乐观的估计，香港2025年房屋均价的涨幅是不到 5%， 销量的上涨呢是达到了 19%， 接近 20%。那这就比较明显的是以低价走量，是消化库存的表现。现在香港的房价比起2021年的顶峰时刻，其实还是低了 30%。那这也和当地许多人的感受是一致的，就是许多开发商是在以打折的方式促销以前的库存。但是毕竟香港开发商打了折以后政府又撤销了印花税以后，出了这些刺激手段，你看还是有人接盘，是不是？那个销量还是上去了。可是你看中国的一线城市呢，哪怕是开发商抵着政府那个打折 15% 的红线降价，不也没人接盘吗？照样是有价无市嘛。那是不是香港它真的政策有啥独到之处，能够给大陆以借鉴呢？应该说在2000年代以前，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里面，房地产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什么全国化的市场，更加没有国际化的市场，它都是高度地方化的，城市与城市之间没有太多的可参照性。但是全球化兴起以后呢，这个风气为之一变，
北京、上海、香港、纽约、伦敦、温哥华、多伦多啊，你看这些全球大都市，他们的房价体现出了同涨同跌的趋势，就体现出关联性了。它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全球这些大都市，它们彼此相连，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金融生态啊，热钱就在这个圈里面滚来滚去造成的。而香港曾经是这个网络当中活跃的一员，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又变了，香港正在一步步退出这个网络，它现在是中国内循环当中的一员了。它就体现为去年香港的住宅价格涨了，那是不假，但是写字楼、商业地产的空置率仍然非常高。2024年香港写字楼的空置率是 14% 到 16%， 2025年是上升到了 17% 到 19%， 租金更是下跌了 5% 到 10%。 之所以有一个上限下限区分，那是由于核心地段的写字楼它的租金下跌幅度反而更大。也就是说，过去支持起香港地产的那些骨干力量，一个是跨国公司，他们在纷纷撤离；另一个是本地的商业和贸易精英，他们也在纷纷离场。确实有人过来填补他们所留下的住宅市场需求，但是没有相应的填上对商业地产的需求。那过来填补住宅市场需求的，当然这些人来自于中国大陆，是前面所说的大移港浪潮里的那些人。有一些媒体采访说2025年香港每出售的4个房产单位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内地的买家。在这个内循环体系里面，就像北上广深对周边城市有那种虹吸效应一样把周边地区的需求都聚集到自己这里来了。那么香港对中国内地城市也起到了这种虹吸效应。那它为啥能够虹吸呢？香港和目前中国内地的城市相比，它还有一些优势。首先是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没有国内的外汇管制，税收呢也比较低，没有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融资的过程也比较透明。那对于国内的金融界和商界的精英人士来讲呢，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另外，香港的信托也仍然是内地的富豪和官商们存钱的保险箱内地法院的判决暂时还不能够覆盖香港的信托。去年许家印的案子呢，让这个信心有所动摇，理由是许家印在被追债以后他为避债动机转移了很多财产到香港信托，所以呢，债权人要求这部分财产仍然应该在追索的范围之内。这个理由呢讲得通在其他一些普通法体系国家呢也有类似的判例。所以呢，这件事情还不算完全动摇了对香港信托的信心，还得多一些政治背景的案例才能够让这个信心受到动摇。目前出于国安法的理由，对香港的保险已经有所干预，但是对于信托的干预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你移居香港，虽然不能够保证政治斗争当中你的人身安全，但是财产上的安全系数呢，那当然还是比在中国大陆要高的这得看和谁比。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收紧了移民政策的情况下，移居香港呢，也就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起码比待在中国内地强嘛。所以过去2年，你看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的门槛被抬高了，马上移居香港的人数就上来了嘛，就是这么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香港比起中国内地城市，在机会在财产保值方面还是有那么一些制度红利的于是呢，就像一线城市吸引了周边小城市的许多购房需求一样，香港对于中国大陆也起到了这种虹吸作用。香港政府从2024年起大幅度撤销了购房的印花税又启动了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其实这种政策组合，政府的目的就是很明确，就是冲着吸引大陆的高净值人群来的，是为了挽救香港楼市，得房价稳了香港信心才会稳。有些乐观的估计是2026年香港房价还会有一波上涨，虽然大涨指不上，但是能不能涨呢？也许是能的，因为刚才讲了，从2022年起累计获批来港的人才有40万宗，95%以上都是中国大陆的，但是已经到香港的呢才26万人，也就是说至少有1/3还在持证观望呢，他拿到了身份，暂时还没有来。如果大陆的情况继续恶化，他们纷纷来港，那么对于香港住宅市场的这波需求应该还有一阵拉动作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已经在香港购了房的，但是2025年香港房屋的总共交易量才8万宗出头嘛，还有10好几万大陆高端人士没来呢，那么他们贡献个几万套的销售量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的。香港以前的繁荣，它是建立在制度和欧美对接的基础上，吸引的是全球的人才。现在呢，它是建立在和内地制度的比较优势上，它吸引的是内地的有钱人，那增长的持续性和过去比，那肯定是赶不上了。
我们拿香港和新加坡对比就看出问题来了。新加坡2025年的住宅价格涨幅和香港相当，略高一些，是3%点几，但是写字楼的景气程度就远远比香港好了。香港的写字楼的空置率就快到20%了啊，而新加坡写字楼的空置率呢，2025年和头一年大体相当，都是在10%出头。那这个数字呢，还是健康经济许可的范围内，但是新加坡核心地段写字楼的空置率2025年其实是下降了，租金还上升了，接近到供不应求的水平。所以新加坡比起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那就很明显，它结构上要健康得多。最后再回到中国观众的兴趣，为什么一到年初，这个房地产就会传出什么止跌企稳的数据，就有什么小阳春的消息呢？如果大家还没有被信息饱和轰炸到只有金鱼7秒钟记忆的话，应该还记得2025年初有完全一样的行情传出来，说什么多数城市房价已经止跌了，一线城市还有小幅度上涨，大家还记得这样的新闻吧？那个时候又有一波专家出来催促大家赶紧买房了。之所以造成这种新春行情它是有政策舆论双重引导的结果，基本上呢就是跟一过年就要宣布消费兴旺是一个道理的。政策上他就想创造出一波新春红利来推高业绩。银行呢通常这个时候信贷会比较充裕会给你各种新春优惠，给你事实上的低利率又降低首付。开发商呢对这段时间新推出的楼盘也会附赠更多优惠，让你看起来有更好的性价比等等。但是我们近年来看到这种新春拉涨的行为，它的效益也在逐年递减。2025年初还说一线城市房价有小幅上涨，是小阳春结果你看看今年年初说的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跌幅有所收窄跌的少了，就算是利好行情了，但其实还在跌呢。如果连开年都是这个状况，那我们基本上就能够预见到整个这一年中国房地产的走势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咱们下次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各位。